刘邦和项羽还在广武山上对峙着，韩信则率军去攻打齐国。与此同时，利益姬也请命去往齐地，去游说齐王归汉。那么，齐国能够平定吗？此战中，韩信又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韩信平定齐国及渭水之战。公元前203年10月，当韩信率军临近平原渡口时，听说利益姬已经说服了齐王归汉，就打算停止武力攻齐。但韩信的谋士蒯彻连忙劝说韩信，将军是奉命前来攻齐的，现在也没有收到让你停止进攻的命令。如果你不去进攻，那么你拿下赵地的功劳，到时候还比不上利益姬这个庶儒呢。于是韩信便听取了蒯彻的建议，决定攻齐，立夏之战爆发。齐军由于已经降汉，就放松了对汉军的警惕，再加上汉军是从平原渡口绕道而来，突袭齐军，导致驻守在历下的华无伤和田解全军覆没。之后，韩信率军继续向东进攻，直取临淄。齐王听闻韩信大破历下后，勃然大怒，认为是利益姬欺骗了他，便用大鼎将利益姬给烹杀了。然后齐军兵分4路撤离临淄，齐相田横率军逃往鄱阳，齐首相田光则逃往城阳，齐将田忌去往胶东，齐王田广则率部逃到高密。齐人之所以各自为战，是想再一次让韩信也陷入到齐国的战争泥潭中，就如当年的项羽一样。韩信听说齐王田广逃往高密，便亲率大军前去追击，到达高密后，将大军驻扎在渭水西岸。齐王田广走投无路，连忙派人向昔日的仇敌项羽求救。项羽便立即以项佗为主将，龙驹为副将，率兵12万开往齐国。其中项佗率领8万人马从东郡南下，在当郡与龙驹的4万人马会合，然后向东走泗水和沂水北上，到达高密。项佗先是派人去和齐王田广谈判，齐王许诺，只要楚军能够打败汉军，齐国愿意将琅琊郡割让给楚国。最终双方达成一致，共同抵御韩信，合计兵力号称有20万之众，而韩信只有5万多人。项佗让龙驹带领本部的4万人驻军于渭水东岸，首先和韩信开战。就这样，双方于渭河两岸隔河对峙，拉开了渭水之战的序幕。韩信观察地形后，提前做出部署。他让人连夜做了1万条口袋，装满沙土。派将军傅宽率军5000，在渭河上游10几里的河面狭窄处，用沙袋将渭河堵住，水位便开始下降。然后他亲率一支队伍渡过渭水，去攻打龙驹。龙驹见韩信亲自出战，便率军迎击，向汉军发起冲击。激战片刻后，韩信便佯装败退。龙驹以为韩信怯弱，便率军紧追汉军。汉军一直退到渭河以西，等上岸后，韩信就命令傅宽立即掘开堵塞渭水的沙袋。即刻间，堵塞的河水便汹涌奔腾，向着下游冲了过来。正在渡河的楚军被水一冲，立脚不住，数千人便随波逐流而去。还未渡河的士兵则已经无法过河了，只能站在河岸上看着对面。而龙驹亲自率领已经渡过渭水的楚军只有1万多人。过河后，龙驹也意识到了情势危急，连忙整顿兵马，准备发起冲击。可韩信早已命令曹参和灌婴在河岸的芦苇中埋伏着，等到龙驹一上岸，便一同杀出。随后韩信也率军赶来。就这样，龙驹的1万多人成为了一支孤军，被汉军团团围住，无路可退。但韩信却围而不攻，并不着急与龙驹决战。此时正是冬季，还下起了小雪，仅1个晚上，楚军就被冻死数百人。天亮后，龙驹让周兰率军坚守，他自己则只率领1000余名亲兵准备突围。而韩信却不跟他硬拼，他让汉军的各个都尉各率1000人轮番投入战斗，持续消耗楚军。龙驹只能率军持续战斗，疲于奔命。就在他们被消耗到筋疲力尽时，韩信又让丁礼率领1000步兵，丁父率领1000骑兵也加入战场。龙驹的亲兵终于坚持不住了，但龙驹还是一直战到最后，直到战死。龙驹死后，周兰便率领近1万名楚军投降。
而在河岸对面的楚军见主帅已死，过河的士兵都已投降，便开始溃散。齐王田广更是如惊弓之鸟，弃城逃往城阳，结果被汉兵活捉后斩首。随后，韩信命令曹参进攻胶东，斩杀了田忌。灌婴进攻鄱阳，田横听说齐王死了，便自立为齐王，回军攻打灌婴，结果在鄞县被灌婴打败，田横逃往梁地，归附了彭越。至此，齐地彻底被平定了。龙驹战死后，项羽非常恐慌，连忙派遣武涉去规劝韩信，让韩信反汉联楚，三分天下，但遭到韩信的拒绝。武涉走后，韩信的谋士蒯彻也来劝他，让他占领齐地和楚汉三分天下。韩信还是没有同意。几天后，蒯彻再次劝说韩信，韩信依然不为所动。蒯彻意识到他的这个劝谏如果不被采纳，将会自命不保，感到非常害怕，就假装疯癫，做起了巫师。最终，韩信虽然没有反叛汉王，但也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去广武山与刘邦会师，共同对抗项羽，而是派人给刘邦上书，说齐国狡诈多变，又与楚国相邻，担心他一走，齐地再生事端，不如将他设为假齐王，名正言顺地统治齐地。而此时，刘邦在广武山上已经被项羽围困了几个月了，形势十分危急。看完韩信的上书，十分恼怒，大骂韩信不来救汉军之危，竟想着自立为王。张良和陈平就赶紧在暗中踩刘邦的脚，凑近耳朵说：“我们现在处境不利，怎能禁止韩信称王呢？不如趁此机会就立他为王，并好好善待他，让他自守一方，否则可能会发生变乱。”刘邦经过提醒，也明白了过来，改口骂道：“大丈夫平定了诸侯，就应该做个真王，何必要做假王呢？”于是他派张良亲自前去齐地，封韩信为齐王。至此，齐地彻底平定，刘邦也稳住了局势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马走日，象走田，车走直路跑翻山，士走斜线护将边，小卒一去不回还。这是象棋的口诀，打开象棋，在棋盘的中间还会有4个大字：楚河汉界。那么楚河汉界实际上指的是哪里呢？这和刘邦与项羽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，讲解鸿沟之盟及楚河汉界。在荥阳城的西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，叫广武山。广武山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道，被称为鸿沟。鸿沟出现于战国时期，公元前360年，由于莆田泽的水面收缩，魏惠王便将北边的黄河水引入莆田泽，并在此后的20多年里继续向东南开凿，一直打通到潁河，再由潁河汇入到淮河。鸿沟便成为中国最早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人工运河。刘邦和项羽就依托鸿沟，在广武山上隔河对峙着。鸿沟的沟口宽约800米，深200米，双方的军营就驻扎在鸿沟的两边，现在还留有遗址。西边是汉王城，长500多米，城墙的最高处达10米多；东边是霸王城，长400多米，城墙最高处为15米。而中间的这条鸿沟，便是中国象棋上真实的楚河汉界。公元前203年，刘邦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。他自己亲率大军与项羽在广武山上对峙着，即使项羽用烹杀刘太公为要挟，刘邦也不和项羽正面交锋，紧闭营寨，坚守不出。而韩信则不断地在北方开辟着第2战场，灭掉了魏、代、赵、燕后，又灭掉了齐国，兵锋直指楚国的腹地。与此同时，彭越也在项羽的后方不断地打游击，侵扰着楚军的粮道。久而久之，项羽的军中粮食枯竭，士气低落，逐渐陷入了绝境。项羽为了迫使刘邦与他决战，便天天派人在鸿沟边上骂阵。刘邦就找了一个名叫楼烦的神箭手去射杀骂阵的楚军士兵，一连射杀了3批后，再也没人敢来骂阵了。项羽大怒，便亲自来到前线。楼烦远远望见项羽，怒目圆瞪，盯着自己，顿时就胆战心惊，没了力气，逃回汉营后再也不敢出战。随后，项羽又给刘邦下了一封战书，要和他1对1决斗。他说：“天下苦战，皆因你我2人而起，我们不如临阵单挑，
免得再制造死伤。可此时项羽23岁，而且武艺高强，无人能敌。反观刘邦是个年过53岁的老人，武力值更是无法和项羽相提并论，怎么可能答应呢？刘邦便拿出檄文，列数了项羽的10大罪状，念给项羽听。1. 违背怀王之约，将我流放于蜀汉。2. 巨鹿之战前杀害了自己的上司宋义。3. 巨鹿之战后擅自带领诸侯进入函谷关。4. 进入关中后肆意屠杀，烧毁秦王宫，盗掘秦始皇陵。5. 杀害了秦王子婴。6. 在西安城屠杀了秦军20万降卒。7. 流放故主，与诸侯擅自分割天下。8. 将义弟熊心逐出彭城，而后自己将彭城当作了都城，并且夺取了韩王的土地。9. 暗杀义弟于江南。10. 作为人臣，而是杀其主，杀降兵，为政不平，主曰不信，让天下所不容，是个大逆不道之徒。这就是你犯下的10宗罪，所以我要带领诸侯诛杀残贼，怎么可能和你单挑呢？项羽听后气得暴跳如雷，当即命令潜伏在一旁的弓弩手向刘邦射出冷箭。刘邦猝不及防，一箭直接射在了胸口上。虽然没有当场射杀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胸口中箭，后果仍然十分严重。倘若刘邦的伤情暴露，汉军官兵的士气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如果楚军趁机发起攻击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于是刘邦急中生智，强忍着剧痛，掰断箭矢，然后捧着脚说：“你们的箭法也太差了，竟然射中了我的脚趾。”就这样，他既蒙蔽了楚军，也稳定了汉军的军心。从此之后，象棋中也多了一条规矩，那就是将帅不能相见。随后，刘邦在众人的搀扶下回到了营帐。进入营帐后，刘邦就卧病不起，一连昏迷了数日。张良担心刘邦的伤情会动摇军心，更担心楚军知道后会趁机发起攻击，汉军将会一败涂地。于是等刘邦一醒，张良就连忙建议让刘邦强忍着伤痛去巡视军队。汉军的将士们见刘邦毫发无损，便军心大振。消息传到对岸的楚营，在得知刘邦并无大碍后，也不敢贸然出击，这便给了汉军难得的喘息机会。但这次外出检阅也让刘邦元气大伤，病情更加严重，只好谎称要继续巡视成皋的军队，便借机进入成皋安心养伤。等刘邦的伤势好转，重新回到广武山时，项羽已经陷入了更深的绝境。此时彭越已经完全占据了梁地，包括古城、巨野、昌邑、定陶、虞县、睢阳、夏邑等广大地区，用游击战切断了楚军的粮道，而且齐国的田横也投靠了彭越，彭越的实力就更强了。与此同时，韩信被封为齐王后，也从齐国出兵攻打楚国。龙驹的战死让楚军的后防变得十分脆弱，灌婴便顺利地攻占了楚国的大片土地，彭城面临着严重的威胁。刘邦派侯公去游说项羽，侯公见到项羽后便提议，大王应该顺应时机，与汉王平分天下。大王可以建立名号为东帝，以安抚东方的诸侯，而汉王已经年老，也厌战了，将一生都为西方之王，侍奉楚国。项羽便对侯公描绘的未来有些心动，再结合自己此时的处境，便同意了和谈。公元前203年9月，楚汉双方签订了鸿沟之盟。盟约规定，以鸿沟为界，鸿沟以西归汉，鸿沟以东归楚，两国就此罢兵，永不交战。达成协议后，项羽便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以及夫人吕雉等人。两军将士得知盟约签订后，也无不高呼欢庆议和。战争终于要结束了，再也不用打仗了。随后按照约定，项羽带领楚军东撤，打算回到彭城，刘邦也准备回到关中休养生息。可张良和陈平却极力地劝说刘邦道：楚军已经是兵疲粮尽了，此时正是灭楚最好的时机，岂能放虎归山呢？刘邦便同意了他们的劝谏，决定撕毁盟约，追击楚军，并让韩信和彭越也南下会师，合力攻楚。就这样，楚汉议和才刚刚结束，刘邦就单方面撕毁了条约，追讨项羽。那么项羽又该如何应对呢？下期再讲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。